顿巴斯决战，俄军看到了曙光。疲惫之师间的对抗，就看谁的意志力更坚强。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顿巴斯大决战打了这么久了，现在看来，原来进展缓慢的战场态势，已经向俄罗斯开始有了明显的倾斜。我们以前说过，俄军在顿巴斯北边的伊久姆，还有南边的波帕纳斯，南北两翼试图发起一个前行攻势，要把乌军包饺子。目前看呢，伊久姆方向打到现在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波帕纳斯方面形成那个小蘑菇啊，由于当地乌军的力量薄弱，目前小蘑菇长大了，范围向西向北开始扩张。合围顿巴斯乌军的趋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明显了。对乌克兰来讲，目前选择不算特别多。本来呢，乌军还想着有可能从哈尔科夫、顿巴斯两个方向东西夹击伊久姆的俄军，迫使俄军后退。就算不能掰掉俄军北边的一半钳子，至少能给自己留个缺口吧。但是洪利曼到俄军手里之后呢，北边这一半钳子就变结实了，乌军想掰恐怕也掰不掉。而在哈尔科夫外围呢，俄军也还在保持着压力，牵制这里的部队，不让他们去救援顿巴斯的乌军。俄军在北边一直对乌军保持施加压力，占领洪利曼，我估计是为了防止乌军在包围圈形成之前能够有序地撤离该地区，所以要迫使乌军始终在前线交火，难以组织有效的撤退。撤退行动是非常考验军官指挥水平和士兵士气的，组织得好就可以让各部队构筑多层防线，组织对手进攻，然后组织交替掩护、交替撤退。但如果水平不行，防线上一点崩溃，弄不好就是造成对方从突破口涌进来，然后向防线的两侧卷击，紧跟着就是全线崩溃。所以我想，就是以现在的乌军的兵员构成、训练水平还有士气，在小范围之内组织敌前撤退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要组织大规模的兵力机动，跳出这个可能的包围圈，估计会承受巨大损失，或者就是溃退。那么说完乌军的危险，也说说俄军的情况。俄军现在也不容易。连续作战那么久，也承担了那么大的损失，后续要完成包围，并且能够吃掉包围圈里边这么多乌军，估计又是一次旷日持久的激烈争夺。从现在能看到的双方各自的消息来看，两边的士兵呢压力都太大，双方都在把后备力量尽可能投入战争。俄乌呢都有报道说，新兵连手里的轻武器用的都不熟。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乌军现在有些部队已经集体面对摄像头宣布拒绝投入他们认为毫无胜算的战斗。但是呢，从俄军士兵在网上发布的消息来看，俄军这种情况也很多。因为俄国指挥官在某些进攻战斗发起之前，允许士兵在战前选择是否参加，有点像美国、欧洲电影里边说是战前要找志愿者。这种情况下呢，有很多俄国士兵觉得这个进攻没有什么希望，就选择放弃战斗。武器装备方面呢，乌军得到了新的炮兵火力、无人机的支援，都会给俄军的进攻带来很大麻烦。比如，俄军士兵反映，某些连队作战单位能够减少到一个班10几个人左右。而俄军装甲部队的一个人说呢，遭受过反坦克导弹的严重威胁。他说自己的作战单位里边，基本上每辆车都被反坦克导弹命中过。不过绝大多数是能够修复的，真正被先飞炮塔的很少，所以装甲兵的伤亡恐怕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以前有人通过图像辨识俄军的各种坦克损失数量，统计出来是各型号坦克损失大概700多辆，已经占了俄罗斯全国现役坦克的1/4。但是根据俄罗斯士兵的描述，估计其中很大一部分事后还能修复。最近呢，俄罗斯有新的加码动作，一方面把称为巷战神器的 BMP-T 战车送上战场，但是数量太少了，好像只有10几辆。另外呢，就是在哈尔科夫方向有视频记录发现，俄军把重新起风的那些古老的特62坦克又送上战场了。根据俄方证实，一共往前线送了312辆。那么我估计，俄军是要把这些个珍宝岛冲突期间就用过的老古董啊，投入巷战，当作装甲突击炮使用。这个呢，倒真是当年冷战时期的苏军面对北约逐次使用后备力量的体现。别说特62，哪怕就是要求他们把2战的古董送上战场，他们也要坚决的拼消耗，拼到底。不过，仅仅在乌克兰这么小的战场打了3个月，就让俄军到了使用老一辈特62的程度，说明前线的损失超过了俄罗斯最初的预期。现在呢，顿巴斯这一仗还是在比物质、比消耗、比士气，就看谁能在这片到处都是炮弹坑的土地上坚持到最后。好，
关于俄乌战场上顿巴斯决战的进程，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